从农村出去的吧，有两种人，我觉得，一种呢就是特别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农村的不想回来；有一种呢，他就是特别想回来，11年就回到了这里。因为那时候已经40岁了嘛，就总会问自己，什么东西就是说值得你死之前做了不后悔的事，就下了这么一个决定。在深圳待了14年，在大连待了7年，最后离开那个几年，思乡情结就越来越严重嘛，就不断的往返，每年要回来3、4次甚至更多。梦溪1是在那个时候拍的，在照片上面写字这个想法其实跟我画画有关系，随便画2笔，然后在周围写些字。中国的传统的那些图谱，它其实形式都是相似的，它很自然而然的。梦溪1的人群基本上都是我认识的，比如说唱皮影戏的，还有一些玩竹马的呀，那些大多都是我的乡亲，我的同学啊，我的长辈呀。那时候我因为是在城里生活，虚妄的度过了很多时光，对农民的这种他们的勤劳会有一种仰视，就觉得他们脸上啊，他们全身在我的心目中都是崇高的。拍那个蓑衣就是因为想起我的父亲嘛。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夏天下大雨，然后我父亲去接我，他就穿着蓑衣把我从学校背回家，当时趴在他背上就觉得非常幸福。我拍这组照片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那个老爷子其实跟我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梦溪2从07年拍到13年，可能因为你已经生活在这里了嘛，你在老房子里面那种气味你能呼吸得到童年的那个味道。第一张照片就用了我旁边的这棵大树，这棵树应该差不多是我们家的一个精神的象征吧。我爸小时候种的，现在也应该有60年了，差不多。这张照片的题目就是母亲的镜子。母亲的这面镜子大概用了好40年，这40年她经历了太多事。41岁开始守寡，步履维艰，养育我们兄妹3。就农村用过的那些器物，它摆在那儿，它自己就充满着那种美感，用不着我去把它完美化，它比我想象的要美多了。所有的那些器物我都是熟的，现在随时都可以拿起来再做，一点问题没有。像锄头啊，那些镰刀啊，风车啊，那些都拍过嘛，你也拍过，包括那个耙子。传统的这些器物通过几千年的演变，它的比例啊，它的那种岁月给它的东西啊，就已经太美了。起初就是想来一个人圈在这里当和尚的，回来以后没几天，我这老婆就跟着来了嘛，后来就很快的就有孩子了。他们会去自己挖一个沟渠啊，或者说是砍树啊，什么东西他们都干，抓蚯蚓啊。梦溪3的大概内容可能是会跟孩子会有一些相关的东西。没办法去想象他们将来能做什么，能不能跟土地有什么关系。我所能做到的只不过就是说在他的心里埋下一个跟土地有关系的一颗种子。
肯定每一代他不管有多苦，他都有他们的快乐在。我们这一代扯猪草啊，去放牛啊，这些其实一点都不算苦，每个细节现在想起来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经历，就是你所有的痛苦，它到最后它都化成了美好的东西。都进城了，他们进城的这些人，他们的下一代也基本上不会再回来了。我就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找不到故乡了嘛。你再回到你的父辈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已经物是人非了，你找不到你小时候看到那棵树啊，或者说给你记忆的一个水塘啊，人心里最细腻的、最微妙的那些东西，那块东西被摘掉了。我当然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故乡。